泥鳅，哼，小泥鳅，把它们给我全吃掉！让你们欺负我娘，让你们欺负陈平安！小泥鳅，原来你是龙啊！此行不亏，老夫收了个好徒弟，你就等着母凭子贵吧。孩子大爹，你听到没有？我们灿儿一定会有大出息的。你们家有没有留下什么老物件？一并带上，即刻启程。爹不是留下个多宝阁吗？藏在柜子上吃灰的那个。带我去看看。你赢了，承让，好不容易才赢了宋兄一回。等下你就走了，咱们去喝一杯。先生，可以吧？去吧。好的，带我去准备一下。你为何故意输给他？让他带着遗憾离开不好。听说先生也要离开这里了。1旬之内即走。那正好，我还能为先生送行。无需为我送行。宋继信，你以后到了小镇之外，切记不要太过张扬。这几本书你可以拿去，经常温习，怡情养性。先生像是在托孤，让我好不适应。无需多虑。人生何处不相逢？去和赵瑶把酒话别吧。好嘞，那就劳烦先生收拾了。你好自为之。了结干净了。多亏有齐先生出手。话说回来，上次要不是齐先生出来捣浆糊，你以后就算是逃到天涯海角，也逃不出书简湖、云霞山、老龙城他们的3方围剿捕杀。别说是刘志茂，就算是福南华一根指头，都能碾得你魂飞魄散。我知道。知道个屁！那你知不知道，你拳头不硬的话，根本没人在乎你的对错。不管别人听不听，道理就是道理，对吧？对你个大头鬼！宁姑娘，这是齐先生送给我的，可以看，但是要小心啊。颜念君子，温其如玉。给你，君子。陈平安，滚出来！再不出来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见我！陈平安，你快出来！你大爷的！还记得你送我的那条小泥鳅吗？快进来！我本想把泥鳅还给你。可娘亲不让，还打我。那个说书老头把我灌到白碗里，然后那条泥鳅唰的就……泥鳅送你就是你的，想不想以后让你娘过上好日子？嗯，那就一定要留着那条泥鳅，
我有东西要给你。这2袋子钱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你偷来的？还回去！救我！我娘说过，个人有个人的缘法。哎呦，陈平安，出息了，还拐了个婆娘回家。哎呀，他就这样，你别生气。这些东西你最好收下，万一这孩子修道有成，却因为今天道心不稳，反而会害了他。哎呦，头发长，见识也长，果然比志贵那小娘们靠谱。行了，古菜，走了。顾灿，千万记得小心你师傅。放心，有小泥鳅在，那臭老头不敢拿我们怎么样。照顾好你娘，别总让她担心。顾菜，顾灿，你有没有拿到一片槐叶？也不知道哪个挨钱刀的，给我塞了这么多烂叶子。一定要收好，最好连你娘都不要知道，为了你好，也为了她好。好，这下我就真的放心了。小米就是你的，对不起，傻样，别打搅我。我们要去一个叫书简湖的地方，你以后要是娶不着媳妇儿，就来找我，我送你17、8老天爷挺小气的。莫愁前路无知己。都可以。宋吉新，我知道镇子上那些流言，其实你若真介意自己的身世，我可以帮。有些话，如果没想清楚，就闭嘴。外面有个傻子。我就说哪儿蹦出来个癞蛤蟆呀！扫眼的不行，卢正淳你个龟孙儿，坏你爷有好事儿，给我上，别让他跑了！哎呦，大力跑！哎，你干什么？我的眼睛！别让我抓到你！上！好啊，我让你跑！卢正淳，你给我等着瞧！下次学乖点儿，见爷爷我呀，记得先磕头。二位仙家，老朽这就下去吩咐下人焚香扫洒。有劳，袁前辈，此地术法禁绝，你我大可以念为镜，以团扇为赌，定一定这2份机缘的归属。徐夫人好算计，一入念境，老夫岂不是要强压2境？那袁前辈的意思是，老夫自压3境，陪你玩玩。起。
承让。一力降实惠，愿赌服输。夫人，保家我正阳山无意染指，但那剑经此次势在必得。老爷，二位少爷回来了，小声点，别惊动了贵客。你们可知一名叫刘宪阳的少年？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想跟他买一副宝甲，还有一本剑经。就这事儿，仙家你是不知道，那刘宪阳见我们哥俩都得跪着走，我这就让他乖乖给仙家送过来。你情我愿才叫机缘啊！仙家说的是，那个少年不知宝甲玄机，若我们外乡人唐突上门，会使他起疑心，难成买卖，因此才找上你们。这事若成了，你们兄弟二人必将平步青云。那位齐先生虽然有心帮你，但他现在处境不妙，怕他之后管不着你的生死。我宁瑶为人处事，滴水之恩也会涌泉相报。动我一言，我就睚眦必报。你救了我一命，我自会答应帮你做一件事。但咱俩毕竟没那么深厚的情分，如果你想让我帮你做2件事，就需要一袋金晶铜钱作为报酬。宁姑娘，你不用觉得亏欠我什么，救你的是陆道长。如果不是当时我以为自己死定了，想着陆道长能再帮我爹娘做些什么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还是谈报酬的事吧。比如这袋迎春钱我就很喜欢，其他2袋样式不好看，注纹也不讨喜。这些铜钱还分不同的种类？那可不，这是压胜钱，庆贺上梁用的，这叫迎春钱。皇宫里每年都会用它悬挂桃符。至于这个供养钱嘛，城隍爷塑像拿在掌心里的就是它喽。哎呀，算了，我欠了你一个天大的人情，不该趁火打劫的。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。我报答你救命之恩一事，一定会偿还。但在这之前，你要好好的，别一不小心就死了。离开小镇后，我自会帮你解决后顾之忧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我只会量力而行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些都送给你了。哎，陈平安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眼光不错，但是我可不会答应的。我宁瑶喜欢的男人，一定要是全天下最厉害的剑仙，全天下最厉害大剑仙。管他是谁，在他的剑前都要给他低头让路。宁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喜欢你。啊，这么点喜欢也没有？没有，宁姑娘你放心，我真没有。陈平安，就算你以后侥幸娶了个媳妇儿，多半也是个缺心眼儿的。
敌人教导不出，请仙家息怒，仙家息怒啊！臭丫头，打个赌呗！你要能说出池里有几条鱼，我就让娘饶他一命。好，赌就赌。1、2、3、4、5。袁爷爷，这怎么数啊？小姐勿忧，老奴自有办法。池中1条鱼也没有了。我输了。啊！你们继续。小孩子的话算数哦。仙家息怒，息怒啊！替我们从刘宪阳手里买宝甲和剑晶，做得到吗？哎，有句诗说的什么来着？好物流离，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。不愧是姚哥啊，学问顶呱呱。君子当坐如师，立如棋，礼从仪，始从俗。夫礼者，所以定亲疏，决贤矣，别同义，明是非也。树挪死，人挪活，泥土挪窝成了佛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你们告诉我爹娘，我现在过得很好。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哎，怕是难喽。宁姑娘，不多睡会儿吗？吃够了，跟你走走。哦。刚才好险，那个关老爷看着挺和气的。这种人才可怕。人走在路边，看到蚂蚁，会踩上一脚吗？顾灿会，他经常拿水去浇蚂蚁窝。唉，宁姑娘的意思其实我懂。在你们这些外乡人眼中，我们都是蚂蚁。不过你们有的人就像顾灿这样，会觉得掌握蚂蚁的生死很有趣。但那位关老爷不一样，对吧？怎么琢磨出来的？捡了条命之后，脑子好像灵光了些。走啊，还打不打水了？哦。唉，下来下去都是死局一盘，无解。此言差矣。这是逆势而为啊，师兄，会犯大忌的。
师兄。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！你究竟是谁？来我家做什么？这些年的清苦，对你也是一种历练。行了，收拾下行李，离开前跟我去趟廊桥，磕几个头。凭什么？当然凭本王是你小子的亲叔叔。大黎王朝武道第一人。哎呦，你也来了？是，对呢。插什么队？我说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呢？原来碰到个丧门星啊！帮个忙。哦，好。哎，干什么呢？有些姑娘家的，总算是可以开脸脚面了。反正走起路来，双腿也没法子并拢啊，这是大喜事儿啊！终于不用小姐身子丫鬟命了，能光明正大的被叫夫人了。没出息的贱女一批，害死了爹娘，还有脸活在世上？知道自己注定没本事娶媳妇儿，就舔着脸勾搭别人家的婢女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狗男女。干脆在一起好了。反正倪萍巷就是住垃圾贱种的地儿，以后生出来的孩子，说不准还能在倪萍巷称王称霸呢。你快看，让我说中了吧？啊，真是一对儿贱，不，3个贱人！老死的东西！我忍你很久了。媳妇儿，敢打我！以后再敢骂人，就把你这长舌妇的舌头拔出来。骂一次，我就用针扎你一次。爱仙道的小贱婢呀！啊，老天爷怎么不劈个雷下来啊？劈死你这个小浪蹄子！都让开！看什么看？乖孙子，别骂别骂。蝼蚁。刚才，别谢我，我骂人跟你没关系。我家少爷说他在书上看到，传闻每逢初春，就会有天庭正神身披金甲，擂鼓于云霄，辞旧迎新，震慑万邪，以报新春。你家少爷读书确实多。刘星，咱俩可以再商量。算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哟，卢大少爷，你硬气点！你好歹是个纨绔子弟，咋就那么喜欢给外人当狗腿？哎，我还告诉你，宝甲是我家祖传的，绝对不卖。刘县呀，咱没必要闹那么僵。150万怎么样？200万，足够在福禄巷买下半栋宅子了。卢大少爷吃错药了吧？竟然笑着求人。嘿，都瞧瞧啊！堂堂卢正纯，卢家大少，被人攥住了脊梁骨，哎呀，搞得跟娘们儿似的，我真有点不适应啊！啊！
求求你了，刘建阳，你就卖给我吧！哎，求求我可没动手啊！你别想讹人。小茹，我求你了，之前的事我给你认错，行不行？刘建阳，我求你了，求你了，卖给我吧，卖我吧！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哎，哥们儿，你在这这么整，算哪门子事儿啊？回去商量个公道价，才200贯，那帮贵人不嫌掉价吗？对，只要你肯松口就好，我这就去卖。是兄弟，够意思。拜阮师傅为师了吗？急啥？像我这种手脚利索又吃苦耐劳的学徒，打着灯笼也难找啊。明儿个就去，今儿先糊弄一下这个卢真蠢，等拜了师，一切都好说。你爷爷留给你的宝甲，你可别放家里啊！哎呀，放心吧，兄弟。你怎么还是把它藏这儿了？哎，这手灯下黑，你说行不行？缺心眼儿吧你！这幅金桂挂月的镶嵌图案，别轻易贱卖了。哼，那玩意儿我打小就不喜欢。你知道这材料是什么？啊，那上面应该是石头碾碎了粘出来的图案，和这甲上镶的一样。小溪里面多的是，我们这儿除了志龟，没谁带进这些石头。唉，真是住在金山银山的穷光蛋。这是蛇胆石，你说志龟喜欢？在你们小镇人眼中一文不值，但在外面价值连城。若真能得此宝甲，纵是舍命血战也是值得的。你们千万……宁姑娘，我去小溪抓几条鱼给你补补身子。啊，顺便摸几块石头。鄙人崔明皇，拜见大黎藩王。不愧是观湖书院的鹤壁郎啊，居然知道我的行踪。回头告诉国师，行事要有分寸。王爷此行接皇子回宫的事宜，我已经安排妥当。至于通关文书上，还用回宗人府档案上那个划掉的老名字？用回宋墓吧，小子，回家之后做该做的作业，尽该尽的本分，否则纵使本王也救不了你。听说一个叫陈平安的少年杀了云霞山的蔡金姐，还重伤了老龙城的符南华。齐先生出手干涉了。假仁假义，齐大圣人也不过如此。若不是身处此方天地，老子一只手就能锤杀你齐景春之流的三教神仙。宋长敬，武夫掌国，了不得，了不得。只不过白龙鱼符，非是吉兆啊。志龟，你小子是不是宝溪窑口姚老头的徒弟，姓刘？回大人的话是我。当时大人去咱们龙窑开窑的时候，师傅让我给大人演示过几样活计呢。想不想去外边看看？比如投军入伍、上阵厮杀，我保证你只要熬得过10年，就能当上大官。到时候我亲自在京城给你摆酒庆功，如何？哎呀，谢过督造官大人厚爱，只是我已答应做阮师傅铁匠铺的学徒，实在不好反悔，还望大人不要……哎，大人不计什么来着？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无妨，等你哪天有机会走出小镇，可以去最近的丹阳山口找一个叫刘林熙的武人，说是京城宋长敬推荐你来此投军。他若不信，你就说你刘林熙还欠他宋长敬3万颗大隋边旗的头颅。人家大隋皇子赶来这座位于敌国腹地的小镇，你呢，自家国土上都不敢信步而行。志贵，去买身好衣裳，咱们以后不用攒钱了。哎，志贵，宋吉星跟督造官到底什么关系啊？窝囊废！怎么了？不过是认识个管烧瓷的官老爷，了不起啊？
我挣一炷香，人争一口气。哼，可惜窝囊废就只有一肚子窝囊气。王珠，有本事你再说一遍。王珠，脱离此处樊笼后，不可跋扈自虽。这并非是危险，而是离别之际，我善意的提醒。善意？你们这些满嘴道义的修行人真是可笑！混了我3000多年，沃土变荒地，真龙变孽畜，现在又要求孽畜与人为善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齐先生，你一个自身不保之人，又能奈我何？我知道你有无尽的怨恨，我也并非容不得异类，但泛滥施行的慈悲之举，从来不是真正的三教教义。60年菩提梵音，60年道德福禄，60年浩然正气，60年兵家剑气，整整3000年，永无宁日。可惜你们所谓的大义，看得到切得到，就是照不到，根本就是你们封天蝼蚁的。你听不懂道理无妨，但最起码要懂得知恩图报。雪中送炭的温暖，哪怕时日再久，都不应忘却。当年在你最虚弱之时，不得不低头俯首，主动与人缔结契约，是陈平安救了你，而你却一点点蚕食掉他仅剩的技术。你不顾恩德，还忘恩负义。饿了就找东西吃，天经地义。陈平安命中注定没有机缘，早死早投胎，对他也是件好事。住口！人生各有命数缘法，其实你可以一言断之。这一线生机是圣人们恩赐你的，别说镇压你3000年，3万人又有何难？他的恩赐，我不稀罕。不对陈平安回报恩情，至少不该看他任人宰割。他那条贱命什么时候变金贵了？为了利益手足相残，为了活命一子而食，为了达到机关算尽，死去的人何止1000万！放我出去！放肆！给我站住！3次背压，是要你礼敬天地、苍生、大道。我教礼仪，旨在为万物苍生谋取另一种自由。只要你不逾矩，不为之，恪守礼节，自是天大地大，何处去不得？先生今日的教诲，奴婢记下了。但是，就算我对陈平安忘恩负义，这些年先生对他不也是袖手旁观吗？为何只对赵瑶公子和我家少爷亲眼相加，对于身世贫苦的陈平安不过尔尔？天行健，
君自已自强不息。这位姑娘，我只是想去溪里捡石头。厉害的，厉害的！你想要这些鱼？嗯，这3条鱼都送给你好了。谢谢。但是接下来抓的鱼，我要熬汤给朋友补身体，不能再送给你了。和你换呢？不能换。糕点好吃，但不如鱼汤养人。哎。不知道够不够凑一碟青椒炒鱼。他就是那位少年。趁人为腿！哎，你小子真狠啊！哼，咱以后就是阮师傅的半个开山大弟子了。太好了！哎呀，要是没有那个条件，就完美了。什么？阮师傅说了，绝不允许我跨过廊桥半步，否则就打断我的腿。嗯，嘘嘘，姓宋的搞什么幺蛾子呀？嘿，好儿子，乖儿子，这爹爹我心这么大理。嘿嘿嘿，宋继新身边那个男人不简单，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吧。哎呀，怕什么？小心惹祸上身。如果本王没有记错，你们小镇3000年来，不管发生多大的洪水，都未能没过那绣剑条的剑剑。这把剑很不一般，它被圣人用来镇压铁索井出口，只为防止潭底龙气涣散过快。也正因为有这龙气滋养，小镇3000年来才能机缘不断。天底下最后那条真龙，到底有没有死？3000年前那场屠龙之战，死了不少炼气师，就连3教圣人和百家宗师，也多有陨落。我虽然不知数千年前圣人初衷和谋划，但我猜得出，那条真龙绝不简单。说对一半，真龙虽死，然气运犹存。至于他现在的真实身份和象征意义，不简单3个字，绝对承载不起。真龙成骨后，龙珠却仍旧能活数千年，那龙珠岂不是黄珠？竟然是之鬼！总之，牢牢记住，大黎所有谋划心血，皆为风生水起。以后到了京城7辆大县，时刻保持谨言慎行。还有，
更要去提防一个人。提防一个人？国师秀虎。我大黎能够在短短的50年之中，破江至140郡1500场，有此人一半的功劳。那另一半的功劳？小子，你猜的没错，另一半就在这里。启禀国师，宋长靖已见过宋继兴，三教一家也将要取走压胜者，离诸洞天，坍塌在即。齐静春仍旧没有要离开的意思。大势之下，你势必亡矣。爷，你为什么不收陈平安为徒啊？哎呀，那娃儿性情挺好，但是根骨太差了。就算爹收下，他也会被其他师弟们拉开距离。那万一到时候又多出个柳师兄来，何必？再者，这个少年过于平凡，教也白教。哎，普通人哪里不好了？不收就不收，他的鱼你也别吃了。嗯。你私下里跟他认识了？人家作业里好心送的呢。作业？哎，还干啥了？爹！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那孩子就像鱼饵，爹不希望你误打误撞毁了幕后人的谋划，从而招来祸端。哎呀，你以后跟那孩子别走得太近啊！你吃成个胖丢，看谁敢娶你！哎呀，看我这嘴！哎，行，吃吧啊，吃吧。啊，你不是书院的李宝平吗？怎么不在学处读书啊？哎呀，你可别告诉齐先生，我这就回去。哪儿去了？哎，别跑！哎，你回来了，这套拳法还可以，你就练这个吧。怎么说也能强身健体。宁姑娘，不用谢我。可是这拳谱，你要是想表示，也不是不行。这本拳谱以后是要还给顾灿的，所以不管这本书上写了什么，希望宁姑娘看过之后自己知道就好。啊，你当我稀罕你这破拳谱啊？欲为之道，是由必定，苍龙抚位，白虎临行。
今晚三教修士取走压圣之物，虽说已获得大理的许可，名正言顺，可咱们真的要如此无视齐先生，连招呼都不打吗？贺师姐，事情确实有些不近人情，但咱们也无法违抗师祖们的旨意。这离珠洞天终究躲不过破碎之劫。罢了，云转太虚，浩劫之初，诈侠诈尔，或臣或夫。这么急着拿走压圣之物，简直是在催百姓早下黄泉。这就是满口道义的上人做派，恶心！你们也配指责我？几千年了，你们子孙从我这里获得的机缘数不胜数，我以前没计较，现在还我一分利息，这账就算消了。给脸不要脸是不是？卢李赵宋，你们4大姓，每家最少掉3片槐叶，少1片，我王珠跟你们没完。姓宋的，大黎王朝跟你们姓，最大的功臣是谁啊？信不信我一出去，就让大黎改姓？姓曹的，曹溪这个兔崽子是怎么当上一国真君的？还用说吗？姓谢的，当初要不是我，谢氏的早就被洪水冲走了。1片槐叶，1份机缘，你们不多给我1片，说得过去吗？其他家族都死绝了，你们自己看看，小镇就快要崩塌了。那些肉眼凡胎的百姓却什么都觉察不到，还有那些狗屁圣人教导别人规矩，自己恶人祸因，早晚天诛地灭，不得好死。离家以后要好好的。想好了再说话，道歉的机会可只有1次。宁姑娘，我想练拳保命，但自认不全，希望你教我。你就不怕我据为己有？我宁瑶一只手能打100个你，你还担心我觊觎你这本烂拳谱？一只手打100个陈平安，嘿，这个说法不错哎。以后见到谁谁谁切磋之后，如果败于我手下，就撂下一句：你才3000个陈平安的实力，也敢与我一战？遇见一条洪荒凶兽，就告诉自己，这条孽畜相当于3万个陈平安，快跑！可以可以。这拳法名叫撼山，你可以称这本书为《撼山谱》。看皮肤一生搬山入水，悟此拳法，众生死神意。观天下武学，必积一席之地。望有缘人将其发扬光大。宁姑娘，这个字怎么念啊？滚！真念滚！此拳物自于大力关羽，拳是滚走之势，拳刚如泼墨大雨。听上去这拳法很威猛啊！那也要看境界高低。听好了，天下武学分9境，当然有人也说，其实9境之上还有第10境。武道9境分练体、练气和练神，各有3层境界，步步登顶，一步差不得，更错不得。练体3境界。
第一层，泥胚境，自身如一尊泥菩萨，气沉丹田，不动如山，算是在武道以后正式入门。第二层，木胎境，由粗入细，拓宽经脉，一达开山，大凹骨骼，滴水穿石。第三层，水银境，血液浓稠如水银，重量却更加轻盈，气血凝聚合一。第四层，阴魂境。第五层，玄魄境。第六层，无胆境。第七层，金身境。第八层，羽化境。第9层，山巅境。能够全裂城墙，掌劈大江，一身雄浑刚气，百邪不侵，千军辟易。先生，雷音塔、天师印、小建筑，这世道兵3家的压胜之物已被取走，我也会取走咱们教的山岳玉牌。这小镇怕是时日无多了。先生，可想继承某人遗愿，继续为万世开太平？容我考虑考虑。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，对这孩子来说太大了些。安心在平，立身在正，又太虚了。你这个练法，别说第9境了，第1境也到不了。宁姑娘，您放心，我听齐先生说过，读书百遍，其义自现。我想习武也是一样的道理，练拳几万次不行，那就几10万次、100万次。哦，你说的，练100万次哦。大丈夫说到做到。千年暗示，一灯即明。拳走人动，脚离地，如汤烂泥，势如大雪急息，缓缓而行。宁姑娘，这是啥？学拳之前需做3件事：站桩、走桩和睡桩。睡桩讲究窍穴积淀和气息流转。先不说它便是，站桩、走桩无需考虑天赋根骨。你如果长久坚持下去，强健体魄和延年益寿不是没有可能。来，我给你演示一下走桩，看仔细了。
你是走桩还是打鼓啊？老母鸡都比你这个废物走得好。这玩意儿怎么教啊？我生下来就是世间第一等的剑仙之体，这些基础打娘胎里就应该会。陈平安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读书百遍，其义自现。习武亦是如此，练拳几万下出不来味道，那就几十万、100万。殷姑娘，在溪水里练习走桩，是不是也行？当然，急膝练气，再挤腰，最后挤挤。哎，你练拳拿鱼篓干什么？顺便摸石头。以后不叫你财迷，叫你陈石头好了。就先练100万次。世上怎么会有陈平安这样毫无悟性、天资还如此糟糕的笨蛋？哎，他不会真傻到会练100万次拳吧？我是不是给他挖了一个天大的坑啊？此地灵气流溢极其旺盛，我要在此淬炼心境，你们看护好我。遵命，小姐。心境，杀！蛇胆水怎么变少了？色泽也淡了。 天坚持5到6个时辰，100万次的话，需要10年。10年就10年，跟宁姑娘约好了，不能反悔。哎，厉害的，在哪啊？ 不知道你发现没，溪水下降了很多。你这筐里的石头是留不住那股气的，时质很快就会变。哎，算了，说了你也未必。哦。哎，你在练拳啊？比试比试啊！ 啊！
来你也不傻嘛，跟我差不多，是一路人。是你的事办完了。不得全真意，100年门外汉；一悟全真意，10年打鬼神。你的拳难看，却有拳意，勤加练习之后，可能是个不错的拳师。将来的事可说不准啊。为何坏那女子的水官心境？你可知此事一旦做了，一辈子都是生死大敌。大道艰辛，这点磨难都经不起，趁早放弃啊！你还不是我兵家弟子，就敢大言凿凿？你还不是我师傅呢，凭什么用师傅的口气训我？哎，好吧，以后如果我遇到这种破镜机缘，就去告诉那女子一声，让她也来坏我好事，就当做因果报应吧。你知不知道，若是事事以自己之力衡量众人，总有一天会遇到心气不好的强手，到时候一拳打断你的长生桥，你又如何自处？认命呗。马苦玄，不管你如何桀骜，终有一点需谨记于心：修一剑破万法，修一剑顺人心，修一剑求无敌。但是绝不许滥杀，亦不可欺辱俗人，更不可因为嫉妒故意给同道中人下绊子。你想多了，小镇这些家伙成就再高，将来也无非是我一块垫脚石而已。嫉妒，呵呵，我感谢他们还来不及呢。咱们兵家压胜之物已取回，你跟我回真武山修行吧。关于马苦玄，当真没有回旋的余地。你们那个小师叔，若真想要收这孩子做开山弟子，就自己来；不服气，就来真武山找我。无非是让我们小师叔多跑一趟，何苦呢？我对长生他倒没兴趣。哎，你们谁能教我杀人呢？我兵家剑修，自古天下杀力第一。好，我跟你走。哼，你是西服之人，可惜你我缘浅，做不成道友。你也知道了这些石子的妙用。有位算命的道长提醒过我，常来小溪捡石头、抓鱼。啊，你也认识我们那位陆小师叔？陆小师叔，严格来说并非与我们同宗，只不过陆道长多年前造访我们宗门，与我们一位师叔平辈相交，待了好些年。小鹿，我们这些晚辈与他相熟，自然也就习惯以小师叔相称了。那以后见到陆道长的话，能不能帮我送给他？哇，只要见到陆小师叔，我定帮你转送。谢谢，这块送给你。
好漂亮啊！你叫李宝平吧？嗯，谢谢你带我们找到了马苦玄。若是你想要这石头，就送你吧。好啊，我送你，你挑吧。那我挑块好看的。我走了。嗯。师姐，那陈平安和马苦玄简直是云泥之别，你为何还要与他结善缘？顺其自然而已。这不是风雷园的刘霸乔吗？为何偷窥我师姐？乱我赏景的雅兴，还怪起我来了！嗨，你是神高宗的高觉福吧？他想必就是无数修道中人神往的道侣，贺仙子了。嗨，实不相瞒，我心心念念的道侣只有苏仙子一人。你说的苏仙子，可是正阳山的苏驾？正是。怪了，风雷园和正阳山不是世仇吗？什么时候可以谈婚论嫁了？待我在小镇夺得剑经，再收了正阳山，看谁还敢阻拦苏仙子上我的花轿。苏家也是这样想的。小镇是在这边吧？还真是不好找啊。夫人，刘宪阳那小子太狡猾了，居然拜了阮琼为师，还给他立了规矩，不许他越过廊桥。这买袍嫁一事，这娘，还留着这个废物干什么？打死算了。哎呀，莫气莫气，保甲早晚都是你的，只不过现在需要一个良机。狗屁良机！管他什么硬穷软穷的，直接把姓刘的抓来，一顿板子，我不信他不卖。夫人，风雷园，正阳山的世仇风雷园，他们也来了。真是天赐良机呀！不管风雷园来的是谁，只要让他和正阳山的人对上，定会闹个天翻地覆。儿啊，娘保证这2天就把宝甲交到你手上。985，986。997，998。刘宪阳，廊桥那有一个俊俏的女子找你。哎，师傅，1000次了啊！我去趟茅房。就算师傅发现我偷跑，只要不过廊桥，肯定没事儿。爹，没看见刘宪阳跑了吗？为啥不管？是不是看见的事情都要管？那爹第一个要管的，就是没收了这盘红烧肉。爹爹要是不讲道理，我以后天天吃，敞开了吃。哎呀，打铁锻造最忌讳虚头巴脑。刘宪阳就像这把剑条，是块好料不假，可惜缺乏千锤百炼的磨砺和耐性，只能落得个一击就碎的后果。齐先生，陈平安，拿着，不是白送给你的，是我有事相求。好，
以后如果山崖书院有难，希望你力所能及的帮上一帮。切记之前跟你说过的“君子不救”，那是我的肺腑之言，并非在试探人心。先生，这个我不敢保证。以后山崖书院若真有大困局，你心生悔意也无需愧疚，不用刻意为之。但陈平安，即使我这样说，你也不会这样做吧？有个长得俊俏的女子想要见我，那肯定是吃亏了。难道她终于想通了，想要跟我私定终身？哎，媳妇儿，媳妇儿。我劝夫人不必再开口了，保甲不卖。别着急拒绝，容我跟你说清楚利害关系，再做决定。哼，真没劲。卢正淳虽然品性低劣，但是希望你不要为难他，买卖不成仁义在嘛。好啊，还有一事，我只说与你一人听，我要杀了陈平安。切莫跨过廊桥半步，否则打断你的腿。打死你！给我朝脸上打！一群小娘们儿，打人都没力气。给我起开！没吃饱吗？你个孬种！呸！卢正淳打死人了！这都是谁家的孩子？哎，小孩，别打了！下次连你一起收拾！呸！你没事吧？你叫陈平安是吧？本大爷的事要你插手啊！你为什么打我？刚才要不是你吆喝那一嗓子，引来那么多人，我早就打得卢正淳那孙子管我叫爹了。刚才你都快被他打死了。放屁！本大爷能被他打死？你那什么眼神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什么叫大人的事，小孩少掺和。我今天非把你打哭出来不可！嘿，打我也不哭。行啊，挺硬气啊！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直到你哭出来为止。哼，给我等着！
泥鳅。来，待会儿。去，老实看着，别乱叫。这次一定打你个头破血流。扫门星没爹娘，扫门星没爹娘，扫门星没爹娘，没爹娘。松豹，没爹娘有什么好哭的？本大爷和你一样，我哭过吗？扫门星，扫门星，扫门星没爹娘，扫门星没爹娘。你干什么你？快跑！快走！快跑！丧门星，每次见你真倒霉。我打不过你，但你也别想让我哭出来。哎，我叫刘宪阳，以后我罩着你。这个能治？谢了。快跑！别跑！阮师傅的话你一定要听，不要跨过廊桥。知道了。哎，想过以后要离开小镇吗？出门总得有钱吧？而且我走了，房子万一垮了怎么办？还有我爹娘的坟，也得常去拔杂草。你看，你怎么总是想这么多呀？难怪宋吉新说你是鬼打墙的命，一辈子走不出这屁大点的地方。哎，我以后一定要出去看看，喝最好的酒，骑最快的马，我还要去看天一样高的山，去看最广阔的河。总之呢，我刘宪阳绝对不会这辈子都待在这里等死，所以麻烦你件事儿，你一会儿去我家，有个姓许的贵夫人会去找你，你呀什么都别说，只管把我藏宝甲的箱子交给她，她会给你一袋子钱，你可记得当面点情，25枚铜钱，可不许少了1枚啊！你疯了？你不是说不卖吗？哎呀，你懂个屁！大好前程摆在老子面前，为啥要白白错过呀？我爷爷临终前说过，实在没办法，宝甲能卖，但是剑经死也不卖。那对长得像猴一样的主仆想要剑经，所以啊，我把宝甲卖给贵夫人，是因为她答应帮我说服他们不要找我麻烦，就一个拖字诀。那你为啥不拖着那位夫人了？我觉得不坏，就当破财免灾了。不再想想？你大爷的！哎，我卖的是你家传家宝，还是你媳妇儿啊？啊！别！喂，你大爷的！给我留一颗，别都吃了！
这2代钱，许氏一代，胡牧央的主仆一代。我希望宁姑娘能保护刘宪阳。你说过，想要托你办事，需要用金金铜钱作为报酬。真是烂好人，难怪穷的叮当响。别介意，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。钱的事再说，但刘宪阳会不会受到什么威胁，不得已才将宝甲卖出去？不会，他绝对不是低头认输的人，除非真的像他说的，万不得已时，宝甲可卖，但剑晶一定要留着。那猴子甲品相是不俗，但也算不得稀世奇珍。倒是那剑晶，能让正阳山觊觎许久，肯定留有玄机。所以，卖宝甲留剑晶，也是说得通的。哎，别瞎琢磨了，走，我陪你去他家。进去啊！一会儿交易，咱们见机行事。大不了再把东西抢回来。哎呀，白来一趟。这人就是传说中的喝比郎，下任关湖书院山主的不二人选。嗨，崔兄，巴乔，这2位朋友是？这家伙呀，是大雍王朝龙尾郡的陈氏子弟，陈松风，不好酒色，好实验，所以想来这儿碰点宝贝。志趣高雅，钦佩。至于这位，松风的远房亲戚罢了，比起我那苏家仙子，那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。我，这位是陈队，陈姑娘，不是咱们宝平州人士。见过陈姑娘。哎，给我透个底儿，此方天地是不是马上要塌了？山崖书院的齐先生，真敢逆天行事？你可知，正阳山也来人，而且是主仆2人。别是苏仙子，千万别是！他看我一眼，我骨头都要酥了，我哪里舍得出剑呢？放心，是正阳山的搬山员，带着纯阳剑祖陶魁的宝贝孙女。啊，搬山员？那我还怕一头老畜生不成？咱们风雷园唯独不从那正阳山。风雷园和正阳山本是同根同源的剑道正祖，为何就不能解开死结？他们正阳山有位老祖自不量力，挑战我风雷园园主，如今尸首的头颅上还插着我们的剑，他们有什么叫板的权利？这种话，你以后到了风雷园，千万别问半个字。听说风雷园的人也来了，这下有热闹可看了。听说是书剑天才，心心念念着正阳山的苏仙子，叫什么刘灞桥。哎，你说那正阳山老祖的尸首，可还给钉在风雷园呢。这些年，正阳山没一个能带走尸首的，奇耻大辱。哎，我还听说啊，那刘宪阳已经把剑晶卖给风雷园了。这样，你刚才说刘宪阳卖了剑晶？哎，兄弟，我们知道阮师傅不让刘大哥回家，
这才托你来交易。你是刘大哥最好的兄弟，得为刘大哥的将来着想，是吧？我们夫人答应刘大哥的1分不会少，其余条件也会一一兑现。只要他刘宪阳不违背爹定下的规矩，不擅自跨过廊桥，爹保他没事。哥哥，那边有个老怪物，听说你要卖宝甲，特地失了风，正要赶去你家宅子，先杀陈平安，再杀你了。哎呀，不对呀，不是说好保我周全吗？快点搬！好。来，按你和刘宪阳的约定，之后不会再有人找他麻烦吗？哎，这里可是离珠洞天。刘宪阳真的很把你当朋友啊！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这里可是离珠洞天啊！机缘之争，从来都是你死我活。陈平安，陈平安怎样了？怎么弄成这样啊？爹，你就眼睁睁看着。我哪知道堂堂正阳山这么不讲规矩？你不管，我管。你是想让你爹给你收尸？阮秀不是只会吃一件事，也会杀人。真的呀，这是知道。没事的，就是被那老畜生打了2拳，打的老子皮有点疼。那婆娘说不交保甲，他就杀你。放松啊！我怕他真的动手。放松。爷爷说了，保甲能卖，本以为事就这么了了，可他儿子刚才找我，让我说那个老畜生疯了，执意先杀你。我跑到桥边一看，以为你出事儿了，就急了。白夜用于他人，受小甚微呀。
我不后悔，你也别怪自己。真的，我就是有点怕。原来我也是怕死的。不怕，没事的。你别说了，我带你回家。